大家晚安，我是陈彦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退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彦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以色列还有伊朗之间，现在是一波又一波。伊朗新一波呢是直接攻击到了他们的海法市区，看到都浓烟密布了。当时呢说是在地中海岸有一栋大楼就直接遇袭，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在16号，也就是今天清晨的时候，说伊朗是火箭划破夜空，精准的不是只有海法这个地方而已，是很多个地方同时用高超音速导弹直接袭击。那当然了，会用这样子的一个高超音速导弹，就是希望能够穿过铁球嘛。但是到底怎么样呢？好，他们其实也有打了纳塔尼亚胡家。这是央视的报道说，其实呢，当时新一轮的飞弹袭击目标之一就有纳塔尼亚胡的家庭住所，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些损害。那以色列的回攻的部分，其实比起来相对精准蛮多的，因为呢，他们就是锁定了伊朗各地的武器生产基地，大规模的每一个点一个点各个击破，然后他们的外交部的大楼呢也被空袭，附近的研究大楼呢说是有受损的，这一些就是两方彼此之间的你来我往，甚至呢，伊朗的德黑兰警察总部大楼也被无人机攻击。先前我们就告诉你了，说其实呢，这一次摩萨德绝对是潜进去里面，而且据说啦，在这伊朗的内部呢，已经有他们的特工无人机基地，现在找到了。伊朗说呢，发现他们是确实就在距离德黑兰大概不过20公里的地方，市中心2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他们一个无人机基地。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逮到人证？现在说抓到了2个人，这个2位摩萨德特工希望能够来理解到底他们这一切是如何穿针引线布局。听说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是怎么样被渗透的？现在要好好的来查一查。以色列的讲法是说呢，他们其实精准打击之外，也把他们的首脑给击毙了。主要的核设施受到一些袭击，而且呢，这个是革命卫队的情报首长，也在这一次的空袭当中丧命。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纳塔尼亚胡讲了。如果你不放弃核子计划，我就继续打。那如果你放弃核子计划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停止行动。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当然是不可能啊！我们被打成这样，我们革命卫队的高官，还有我们的这些核子的研究员、专家，通通都丧命了。所以他们要求的是对等报复，必须要攻击以色列他们自己的核子生产厂。好，到底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伊朗这一边他们核设施的受损有多大？空拍图直接来看了，发现呢，疑似是对于地面的设施好像真的是造成蛮大的袭击的哈。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浓缩铀的存地或者是核设施呢，他们其实地面上面是一回事，他们重要的这些机械可能是在地底下。那地底下到底受损情况如何？有没有很严重？好，卫星图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得到。但伊朗告诉你了，如果你进一步再打到我们的石油设施受到重创的话，那我们就要禁止部分地区国家使用我们的原油。赌的当然就是其他人不要再帮忙。这其他人指谁？美国嘛。好，现在呢，伊朗的外长表示，美国你就是共犯，什么你不知情，怎么可能？而沙烏地阿拉伯呢，则是打电话告诉他说，没有啦，是以色列想要拖美国下水，那想要把这个冲突呢，稍稍的化大为小。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你第一时间不就讲了一个大实话吗？还叫你的人赶紧离开这些危险的地方。他现在呢是讲法是说，其实以色列本来是要暗杀谁，不是只是情报首长而已，他是要暗杀哈米尼亚，是伊朗的最高领袖。他拒绝了，但是呢，他现在也告诉你了，其实呢，我是有办法来解决你们2位之间的纷争的，我要促成你们停火。但如果伊朗你打我的话，那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回攻，而且全力以赴。好，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样来看？目前呢，这一场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但是伊朗现在确实新一波的回击也打到了海法市区，甚至纳塔尼亚胡家。首先，我讲以色列为什么要对着伊朗要这样穷追猛打？
因为以色列认为，所有的这些回教国家反以色列的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伊朗。是，所以你看，加萨组织被打到差不多了，黎巴嫩北边也被打得差不多了，叙利亚也已经解决了，那么就剩下这些人的根据地就是伊朗。对，你想嘛，伊朗，我们讲这个拖鞋帮、拖鞋军、胡塞组织，都有超高音速飞弹，伊朗怎么会没有？所以这次战争里面看，当然以色列的空军是很优秀的，但是这一次造成伊朗这么惨重的伤亡啊，有2个原因，一个是以色列的空军跟导弹它本来就不错，最主要一个问题啊，以色列的情报工作是做的很长，埋得很深，它不是临时派情报员去的，多少年前已经渗透到你这边来了。为什么伊朗会被攻得那么惨呢？因为这些特工在你伊朗内部有工厂生产无人机，那我在我的目标区附近不到1-2公里的地方就带了无人机，平常情报也知道你头子住哪里，在总部在哪里，开会在哪里。这个时候无人机是任何东西拦不下来的，因为它就在你目标附近。低空飞行，你雷达也看不见。雷达看不见，那你什么萨德也好，投石也好，你怎么封锁它？它就可以很精准的打到你这些首脑科学家的家里。我不认为这些人被举杀的都是来自以色列老远飞过来的飞弹，因为你这个飞弹路途遥远，也有自行坠落了，被电子干扰的，被人家的反飞弹的拦截的。所以这一次就看出来，相对的伊朗就没有这种情报人员能够把以色列所有的重要的位置能摸得很清楚，或者伊朗的特工能够在以色列制造无人机，直接发起攻击。譬如说在你这个 TVBS 大楼附近1-2公里的地方，它不需要飞高嘛，它沿着马路飞过去就打了嘛。所以这一次双方空对空的一个战争里面，看起来以色列是占了一个上风。这个上风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间。你想想看啊，你以色列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防空网，它有萨德，有天剑，有大卫投石，有标3，有标6，还有美国的舰队的防空飞弹。所以讲起来，你要讲全世界找个最多防空武器集中的地方是这一块，但是疏而不漏，你总是有东西会进来。何况伊朗的策略是大批的无人机掩护夹杂在里面的超高音速飞弹，而这个超高音速飞弹又会变轨，又能够以高速超过5马赫以上的速度打下来，所以以色列也挨打。但这一个战争如果长久下去的话，伊朗不占便宜。你看以色列有多坏，他不但打你的军事目标，打你的科技人才，打你的核能设施，他还打你伊朗生财之道的油田。伊朗被封锁这么多年，他唯一能够大批的收入是靠油，所以这个油田被毁以后，当然对伊朗而后的科技发展、军武的发展，你的资金受到限制。但是全世界也遭无妄之灾，因为油价就会上涨。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当然是背后有支持的，要不然你舰队开在人家旁边干嘛？而且也告诉你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只能讲我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知道。所以美国川普的表现就是说，全世界唯一能够美国死撑到底的以色列，就是靠美国死撑到底。所以这个战争不会那么很快结束，除非伊朗的核能设施真正被彻底摧毁，或者未来的谈判里面答应禁核，要不然不会终止。是，请教一下赖老师会怎么看？即使以色列部署了很多年，经营了很多年，因为这是内塔尼亚胡他所承认的，就是说他们已经
这个筹划了很多年，然后摩萨德他们的情报组织也成功的渗透入伊朗，而且利用伊朗的宗派的政治的族群的矛盾，他策反了一些人还有吸收一些汉奸那他对外宣称是1000多人，可是很多估计是认为应该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你想看那些无人机的工厂不被发现，然后距离机场、距离重要的战略要地这么的近，他怎么可能不做测试、不做飞行？这代表说这个地方的人被收买、被策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至少有几百个人，即使都是如此，可是根据之前所有的估计，就是说以色列你没有办法透过1波、2波、3波、几波的攻击，就把伊朗的所有的核设施都摧毁。一旦你没有办法把伊朗的核设施都摧毁，你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这个麻烦就是伊朗跟你全面性的战争，你一定会受到损伤。第二个就是伊朗会更有决心，下定决心要往这个核武器的方向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努力要伊朗不要发展核武的这一些就不管是6方会谈也好，或者是所有的伊朗的核协议，那就是前功尽弃了。所以在过去美国的总统都有效的都有能力来阻止以色列做这个事。内塔尼亚胡大家都知道，他经营的他30年来就是想要毁掉，但是不管哪一届美国的总统，他都有办法让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的军方打消念头。不管是恩威并济，不管是威胁利诱，也就是说，你不听我的，我就有办法处罚你。可是你如果听了，我就送你东西。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都是这样做，都有效，一直到川普无效了。一般估计，川普没有使用恩威并济、威胁利诱的方法，反而开了一个绿灯。那川普认为这是极限施压，对于伊朗说：“你如果不赶快跟我签订核协议，以色列会攻打你哦。”好像变成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川普弄巧成拙果然以色列认为你川普就是同意他开打嘛，所以他就开打了。这一开打也跟大家预估的一样两伤，但是伊朗伤得更重。对，可是那是这几天，也就是这几波的攻击中，伊朗伤得更重。可是结果是伊朗的核设施没有被完全摧毁，而大部分的地底下的核设施还是保存完整。那为什么能保存完整呢？以色列的钻地弹不够，而且它的轰炸机不够，而且它的机场距离这个伊朗太远，更何况伊朗的核设施绝大部分都是盖在山谷底下。那这个部分它就需要美国的钻地战跟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基地，例如说从伊拉克、从沙特等这些基地起飞来去对于伊朗进行攻击。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想方设法要把川普把美国拉下水，这是他的战略目前我们观察的是美国有没有被拉下水，到目前为止这个还没有被拉下水，但是不能排除他被拉下水的可能性。可是以色列也知道，如果他没有成功的把美国拉下水，那两边这样子不停的轰炸，谁也不会屈服。可是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而越炸下去，对于以色列就越不利了。为什么说越炸下去对以色列越不利？一个是富有的、经济很重要的以色列，一个是长期以来被制裁的贫穷的、落后的伊朗。那你想，哪一个国家比他怕被轰炸？哪一个国家比他挨不了轰炸？而且他的政治很有可能会倒台的。那绝对不是伊朗的政治会倒台，而是以色列的政治会倒台，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色列已经放出讯息了，他愿意停火，条件就是你不会答应的。那伊朗也放出讯息了，他也愿意停火，但条件也是你以色列不会答应的。所以他们都需要一个斡旋的人出来。突然之间川普跳出来了，我来帮你们斡旋，我希望你们双方都停火，但是好像不太有人看好他有办法斡旋来这一局，请教介大使。现在这场战争，我想以色列是蓄谋已久了。
那当然，伊朗也是不断的有一些这种状况让以色列决心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打。第一个就是过去1年来，事实上这个尤其叙利亚情势的变化，让这个伊朗在中东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失去了。因为过去这个阿塞的政权，他们是属于这个什叶派的重镇，那现在失去了这个叙利亚，那么这个伊朗在国际上，尤其对以色列施压的能力，就等于就是说就是去掉一半了。那接下来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也就没有一个依靠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的话，其实过去1年来在对付最终极的敌人伊朗这一块的话，其实他们有很多进展。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虽然美国在跟伊朗进行谈判就是有关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可是过去大概2-3个月以内伊朗在核武的这个研发工作上有具体的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个部分呢，就连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已经认证那么伊朗事实上要进入实际生产核武的这个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那么就是说，尤其它在这个纯度达到60%的这个浓缩铀里面它事实上已经有408公斤了。那事实上只要有40公斤、42公斤就可以开始造原子弹了。是，所以等于说，伊朗生产原子弹这个能力已经具备了。对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考验。你到底让这个伊朗这个核子弹是造成以后接受那个事实呢，还是在它制造之前就把它先这个能力把它摧毁？所以我想内塔尼亚胡事实上的话，他也是下定决心了。那当然，如果说他成功的话，对于他国内的他这个政权的延续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即使在这个川普总统并不是愿意支持的情况下，他还是做了。那我觉得川普是拦不住他，所以川普才会说我们没有参加。而且他后来承认说，事先我们是知道的。那知道你为什么不阻止呢？对，如果是拜登的话就阻止了，川普显然没有阻止。那现在这场战争，刚刚的话，今天几个小时前，这个伊朗又开始攻击以色列嘛，刚刚也讲了，像主要这是海法港所以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有2个因素会决定这场战争的持续程度。第一个就是说，到底以色列这个3轮攻击下来除了对于这些研发核子弹的这些科学家都已经杀掉了9个人嘛那是不是已经重创了以色列研发核武的这个能力？还有另外一方面，他第2波、第3波主要打讲，他说就是要攻击以色列伊朗制造武器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他这几波攻击能够已经彻底的这个瘫痪了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的话，我想以色列就达到目的了。他除非受到伊朗的这个重度的反击的话，应该不会再继续。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看伊朗到底他手上有多少武器了，打了3波他手上还有多少武器？如果说他的武器在地面上都被摧毁了，武器库也被摧毁的话，那伊朗是不是有这个能力继续持续？我觉得这是2个主要延续，这样就是说就会造成这场战争会不会延续的主要的客观条件了。好，其实呢，现在这双方已经停下来，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刚刚看到一个法新社，他们的讲法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有对外表示说，其实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伊朗的最高领袖，就是哈梅伊，当成一个猎杀的目标。可是这跟川普讲的又不太一样，所以到底这个局会怎么样的演进发展，大家其实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现在国际间即将要登场的是 G7 会议。目前呢，这个议会的议程说有一点点被打乱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起突发其来的战争，以伊之间的冲突，现在呢，所有的欧洲领导人都要向川普来施压。第一就是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第二就是到底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结束，要川普给个交代，给个解释。那即便是这样呢，大家还是希望
不要让川普这位大宝宝生气啊，原因是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之间就怒起来嘛，所以各国还是避免跟他发生的冲突。那甚至呢，立下一个目标，就是川普只要不翻脸呢，那个就成功了。这一次的会议是在加拿大这一边举办，那加拿大目前跟川普的状况也没有很好，所以据说啦，加拿大现在呢考虑到他可能会拒绝签公报，他们可能就干脆不要有一个所谓的 G7 就开完会的那个公报，就改成主席摘要这样好了。好，毕竟川普就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嘛。G7 以前是讨论7大工业国，那可能呢气候冲突等等这一些。好，现在呢什么都不知道，专家呢就是希望不要有爆炸性的冲突发展就好啊。因为川普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会给人家那种压迫性的感觉啊，然后呢霸凌式的谈判风格啊等等等。可是欧洲的外交关系主任也特别提到了，川普可能没有他大家想象的那么猛啊。毕竟呢他过往只22次公开威胁用武力真正付诸行动的只有2次，会不会是纸老虎？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川普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他的牙齿，什么意思？6月14他生日，终于等到了他好想要有的阅兵。来，这一回的阅兵梦想实现了，但是呢，脸上好像没什么笑容因为他的口号毕竟是终结所有的对外战争，但美国人现在看到的什么是怎么那一些装甲然后战车通通开到了马路上面了。其实呢他自己沉浸在这个场面当中，他是怎么样讲的？他认为啦，现在我们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有助于赢得2战胜利。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胜利日？所以我们要1战胜利日、2战胜利日。那所以之后还会再有2个阅兵日吗？不知道。可是直接带你来看这个阅兵场景了，原因是因为呢，很多人看到了美式阅兵之后，想说，这跟我们原本想象的这种踢正步的阅兵啊，好像不太一样。好，因为呢这一场阅兵，除了大家看阅兵的场景之外，还有的就是周边的这一些抗议活动。毕竟同一天No King 活动其实呢在全美有2000多场都在登场当中，所以就让大家看到了一个蛮有趣的对比。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川普呢他现在典礼的人数比抗议的人数还要来得少，那有的时候呢就会让人家看到那个势力之间的消长，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观察点。也因为这样，周老兵跳出来讲了，55岁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他说他是老兵啦，他认为到底这个所谓的陆军庆祝是庆祝还是独裁者的行为？需要这个阅兵吗？需要做这个表面功夫吗？社群媒体上面讲得更酸，他们直接讲这根本就是一场烂秀，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有去看那个表演的话，你就知道大家走过去，人家那种踢正步会齐步嘛，但是他就真的是慢慢的这样走过去，这样。刚刚将军还说这叫散步新兵列队都比这个还要来得好，比他们还要来得有精神。当天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其实算起来大概是有数百万人参加，2000场的活动，全美有50州同步展开。那这里面呢，当然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因为现在在加州他们所进行的这一些逮捕移民、非法移民的活动，所以也有人直接抗议，要求关闭 ICE， 也就是移民海关总署这边，而有人抗议，有人声援。这一位先生呢，就是跳出来声援的，拿着川普的旗帜，然后戴着他的帽子跟眼镜。他强调，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有什么不对？他认为这样很好，有川普，美国才会继续燃烧。但是大多数的人是怎么看的？在美国呢？NBC News 他讲，半数的美国人其实目前是不认可川普总统的国务表现的。那当然啦，对于川普来说，下一个包括 G7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避掉的，就是谈经济。来，下一场就是大家在看川普到底现在这个浪潮，所谓亚洲抛售美国国债的浪潮，是不是才刚刚开始？未来现在的美国是治安问题，那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会不会再推一波？对于川普来说，这个才是大议题。回过头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样来看？好 ，G7 峰会议程全部被打乱，因为突然的以伊战争，大家想问川普到底发生什么事？欧盟国家，我们讲的本来就很虚伪。G7 以往的所有的议题我用3个字：高大上。国际气候联盟、人类人权、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表示他们是很高格调的。偏偏碰到一个川普呢，他也是3个字，第一个粗鲁直，什么英文里面最难听的话他都讲 kiss my ass， 不是粗鲁直吗？而直来直往，你端税不够加20加30加到100，对不对？所以这个 G7 这个会真是开得每个人踹了蛋哦，心里有不满，想问2伊战争，或者想问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但又不敢，为什么？欧盟的关税还没谈呢，对不对？你把川普他惹恼了，他加你多少，随他讲啊，对不对？而且川普哪天一不爽，他直接喊加拿大主办国的国家总理说称他为 governor， 那怎么办？称你州长，52州州长。所以每个人都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开下去。任何开完会都有联合公报嘛，对不对？他不敢，为什么？是没人敢预测谈到最后是什么东西。主席摘要，这场会开的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再谈这个阅兵，我长这么大，阅兵，既然是你是川普来阅，我们以前官校4年老总统来。我跟你讲，每个行程是拿着码表算的，几点几分出现在哪里，几点几分上司令台，几点几分吹奏音乐，几点几分几秒放礼炮，分秒不差的。你既然一个堂堂的大国领袖，你可以迟到半个钟头，我是不敢想象的。是你看不起这个阅兵呢，还是阅兵不把你当回事？第二个，既然是要阅兵，我真的不相信美军的水准是这样子啊！你看他的训练基地里面那个 sergeant 操他们那些兵，你至少有个齐步会走嘛。我们不要求你走正步，所以我看那个队伍里面左脚右脚同时上的，对不对？哩哩啦啦的，你是云端漫步吗？号称你说要制造一个比较轻松的军队阅兵，能够轻松，只有印度可以了。别的国家我没看过。第3个，这是一个杂凑的部队，因为什么？通常一个国家大典要阅兵啊，都在半年以前、8个月以前就在训练啦、排演啦。他这个是临时起意的，所以看出来拉出来那个部队啊，就在现场上漫步嘛。前面那个仪队跟那个表演内战的那个是华盛顿里面有2个营是专门做这个事的。每个礼拜6就会演一场，从美国内战到美国这个拿到那个前膛枪，就是毛瑟枪对抗的，都现成的拉出来演。所以我们内行的看是非常拉拉杂杂临时凑的，就部队里面就调来了，也不像我们参加台北国庆阅兵，我们是苦练了8个月啊，他没有啊。既然是要表演，怎么会表演成这个样子呢？唯一走的比较整齐的是那个吹奏乐队，因为他要打拍子，所以这边在阅这个乱七八糟的兵，旁边抗议的这么多，全国都在抗议。我不相信川普你乐了起来啊，还要否认不是我生日，跟我生日没关。但当天他脸色其实也真的不是太好了，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会怎么办？对，有现场采访的啊，说其实啊，那个整个的环境啊。是怎么如临大敌啊？所以他热闹不起来，因为他整个两边啊，在整个这个阅兵的沿线啊，还有重要地点啊，他拉起一个围墙，铁丝的围墙，高差不多2公尺以上，然后呢有多长你知道？30公里，所以基本上我看他的精力都放在怎么样，怕人去闹场，是，所以这个我看他花了，比如说4000多万美金啊，光那些防护设施搞不好花掉1半，所以才会这个阅兵啊。我看大陆有些网友第一次看到美军说，这是在开玩笑吗？这是真的美军吗？不是认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他川普的下一年他的预算是上兆美金啊，在这个拜登的时候。也都是8800亿美金啊，这是他的军事预算是后面的第2名到第10名加起来还比较多，所以美国花这么多钱，结果这个军队正要走出来啊，我要是美国公民，我看我的纳税钱这样子交的话，也真的是觉得这个军队在搞什么鬼啊？对
对，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川普现在这个一意孤行的结果，事实上这个在他自己觉得很得意的时候整个美国反他的势力已经起来了，而且这一次就是说所谓 No Kings 是全美国2000多个地点一起起来的，那几个比较大的，像比如说西雅图，规模非常的大，那么还有就费城规模非常大，芝加哥，还有哪里？还有纽约，还有就是这个洛杉矶，这个规模都非常大，而且呢，在这个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还有人反对，这些人出来反对 No Kings， 在现场开枪，对，所以这个东西有蛮多流血的情况那还有就是说，反对这些支持川普的人呢，开着车子冲到这个抗议人群里面，那不一而足，那就显示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在川普的伟大领导之下，已经分成2个国家了，内乱。这个内部被他的这个他一连串的极端的做法已经刺激了本来就不知他那群走上比较激烈的路线。你想想看。一个国家一开始的时候400个人去围一个办公室，你的总统居然远在数千公里以外说我要派2000个国民军去镇压，你不觉得这个作风你是没事找事吗？那2000个国民军还不够，再加700个海军陆战队，你是把人家逼到无路可走嘛？那这个不是官兵民反，什么叫官兵民反呢？是，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先谈一下 G7 G7 的国际的影响力已经每况愈下了，它已经不再像过去说哇可以呼风唤雨，每一次 G7 开会说哇全世界的媒体都集中在他们，因为这7个工业国说了算，他们定了什么标准，定了什么规则，大家就必须要遵守是，那是过去式了。那从奥巴马总统时代，那已经很久的事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就认为说 G7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组织了G20。那也就是把金砖5国拉进来，再把亚洲还有中东的一些富有的国家都拉进来，组成了这个G20。那现在 G7 要开会了，坦白说，现在国际间也真的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新闻而已，也就是说它不再重要了。他讨论经济问题，大家知道你没有资格，你也没有影响力，你也决定不了世界的经济规则。他讨论政治问题，大家也知道你没有多少本事，没有多少资源跟筹码，所以他要谈欧洲俄乌战争问题，他怕跟川普吵架；他要谈中东问题，没有人会理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俄罗斯、没有中国大陆、没有美国3个国家来介入，那个中东地区坦白说什么都没有用。然后你要谈说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能源的问题，也没有人要甩他们的。更何况要在开会之前，马克龙15号跑去格陵兰，刚刚从格陵兰离开，也要跑去这个加拿大去了。他跑到格陵兰去反川普他说没有人这样对盟友的就这样直接骂这个川普。那你想，等到他飞到加拿大去了，跟川普见面了，他刚刚才骂过川普，那2个人又要见面，又要拥抱，又要每个人装得很爱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场秀。大家都在看，可是他们现在怕的是什么呢？如果谈到俄乌的问题，然后这个6个国家说，你美国应该对普丁怎么样？那他怕川普掀桌子所以他们说，如果川普发疯的话，大家就装得没听见。你看，各位观众朋友，有人主办国加拿大已经对外吹风了，跟其他的5个国家说，如果川普又发疯了。大家装的没听见不要跟他吵架，不要跟他吵架，就避免他去洒桌子洒那个饮料。你想想看，这个 G7 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的大笑话。第二大笑话是在哪里？他想好好办他的生日，所以要生日阅兵，结果呢，以色列先给他打个脸，在他生日的前一天先去打这个伊朗，他反对打仗的。先打他一个脸，好，那是以色列他的盟友。另外一个，那美国啦，美国的老百姓2000多场反独裁者，那就是反川普嘛，这就是他的
60几岁的生日啊，不对哦，70几岁的生日。好，因为逢9嘛，但是他说不是跟我生日没关系，阅兵是因为陆军他们要纪念，我们为了还要有第一战争的1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2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但是真的会变成这样吗？没有，他可以说365天的胜利。365天的胜利日，他打了226场仗。来，其实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因为川普有的时候他的思维就是会跟别人不太一样，但大家都知道不要让他生气，有点麻烦。先进广告。好，我们在讲，其实呢，现在到底世界上局势会怎么样转变？美中之间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瞧好，卡在哪里？来，卡在呢，美国媒体讲了，中国没有承诺批准军用稀土出口美国啊，不是。我上次不就跟你讲了，我是要军用的稀土吗？怎么又没有了？美国可能又要跳脚了。而美国呢，也因为这样要再延长对陆关税期限90天。目前呢，这个谈判到底会不会走进了僵局，不知道。反正全面协议短期是没有办法达成啦，但是呢，它有可能再把这个缓冲期再延一下，等于就是。不要让它破我们继续谈，慢慢谈，看怎么谈。好，印度呢现在据说啦也讲了，要求他们的国营矿商呢是暂停对日本出口稀土，要保障他们自己内部本土的需求。那这一些内容，其实大家就会看到啦，是不是有另一个局正在发生？原因是因为大陆的副外长现在访问印度，有触及到了稀土出口，他们重申双方要推进早日恢复直航，互派记者，便利人文交流等等等。好，这里面稀土问题也有谈到，印度的车企呢还要组成代表团去北京跟大陆来沟通，这一块确实现在北京发现它一个很大的利器。而且习近平在忙什么呢？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谈“15+5”规划要着眼的就是4个字：科技突破。他特别强调，科技突破当然跟国力提升是有关系的，不要被人家卡脖子。好，可是呢，在科技上面如何突破？人才很重要。来，百度呢现在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顶尖 AI 人才招聘。这有多顶哦？他们的顶到那个薪资上不封顶这么顶。好，据说呢，这个计划叫 AIDU， 反正呢就是你有能力，你来拿钱，我们上不封顶，要的就是精英。那也提前布局未来的 AI 竞争，人才库先扩实之后，未来就是在内容上面能够全力的向前冲刺。那万博媒体也透露了，说现在呢有可能他们是会透过前往海外，也就是说呢。他把这个工程师带出国，然后呢到海外能取得 AI 晶片的地方来进行模组训练，再带回去大陆里面，要躲避美国的禁令啊！真的是这样吗？中方现在呢也传出了432个机器人在搬运7500吨的石库门建筑群。好，这个呢是不是已经表示他们在机械在 AI 上面的进程，其实也跟我们所想象的大大前进了呢？目前其实在东协国家来说，他们跟中方还有前阵不是跟海合会吗？就是呢这个中东这边连起来，也要做一个跟 AI 有关的事情。中非论坛呢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还有所谓的中亚峰会，这一些其实呢就是习近平他现在抛开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另外的局，另外的棋盘，他得要继续往前走。习近平呢，他在今天要远赴这个哈萨克出席所谓的中国中亚峰会，那这已经是第2届的会议了。上一轮呢，在中方这边所举办的时候，那个场面确实盛大。那现在要谈什么呢？5国的进出口今年前5个月快速的在增长当中，一个数字就是已经从2013年的1.28兆台币扩大到了去年是2.96兆台币，年增长116%，年增数呢则达到7.3%。好，这个就是他在布局他周边的邻居，而另外的则是美国的国务院，现在呢则是再一次的扩大了旅游禁令。这一回的旅游禁令包括了25个非洲国家，
上次不是才讲到，其实中非合作论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吗？但现在美国本来想要经营非洲，却又把他们列了这旅游禁令，这到底他们的战略上面是怎么样来考虑？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样来看？对于中方来说，稀土确实是利器。美国媒体家绕了一圈之后，发现，哎呦，中方其实根本没放心。本来嘛，很早以前我们就在讲稀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禁止那个禁止是一个项目，对，但稀土牵涉的就太多了，而且是每样东西，高科技里面东西都有它，晶片里面有它。飞弹里面有它，飞机里面有它，潜艇里面有它，对不对？那你电动汽车里面有它，对，通通跑不掉。所以这个东西啊，中国大陆也不是2个总统讲过话了吗？框架嘛，框架里面稀土开放，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啊，你稀土用在一般工业用上了，可能我会要审核批审。那批审是很有弹性的话啊，对，到时候不开就是我批不准了，有东西卡到了。但是最要命的就是军用武器，人讲了，你美国不是常常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所以我怎么样的？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讲啊，你军武科技不是涉及到我的国防安全吗？我不是跟各位观众很早前讲过，美国你不是要搞6代机吗？你不要搞舰队吗？你这要做核能潜艇吗？没稀土怎么办？而稀土的工业链，你要从挖矿产、找提炼。我跟你讲，稀土不是一种元素啊，它里面10几种稀有元素啊。每个的提炼方法不一样啊。你要弄成一个生产链，供美国这么大的需求，没有8年10年。好了，我们就算8年10年。现在中国大陆的军武科技已经跟你非常接近了，有些还超车了。我让你停止8年。到10年，你还能跟中国大陆军事上你还有优势吗？没有了。第二个，经济呢？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好，第三个，马克思也讲了，辉达的呢黄仁勋也讲了，未来是 AI 的世界。AI， 美国也想用 AI 来称霸未来的科技称霸，所以习近平讲了15.5。就是要针对科技突破，针对科技突破一定是在 AI。是我很早以前我在电视上讲过，未来无人机好的高级的无人机会取代了正式的喷射机了。就因为 AI 已经可以取代现在已经他们搞 AI 的人担心 AI 的智慧超过人类的智慧，你还驾驭不住它。但是你要用了军事上用途，它跟一个飞行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培养一个飞行员花很多钱，可用的时间很短，等他变成一个成熟的飞行员，过不了几年就退休了。所以 AI 未来是争霸，中国缺的就是什么 AI 的高端技术。所以上不封顶，你要开多少薪水我都请你回来。他只要把人才拉回来，我告诉你，中国还有一个优势，电力便宜。你到中国大陆去看，到处都是不夜城，好像电不要钱一样。发展 AI 是极端耗电，你美国在电力还不及中国大陆的1/6。是。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会怎么看？其实就是说，最近不管是黄仁勋，还有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甚至美国政府里面的官员都说，其实 AI 的话，美国领先的差距大概最多人讲就是差不多6个月，有人说已经差不多等量齐观了那这个 AI 的话，除了晶片之外，还有就是 AI 的这个模型那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以后，事实上它一天就把这个 NVIDIA 股价打掉了13%，所以那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还是今年初的事情所以就变成中国大陆是全举国之力在发展 AI， 而且中国大陆过去像这个讲的话，就是说在原创性的话比较不足，大概都是从1到10，从0到1的部分是没有的。可是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以后就让这个美国的整个的 AI 界都很震惊，就中国大陆有原创性，而且它还用开源的方式，将来这个就是说互相这个滚动式的发展就是说这个会更快。
所以事实上的话，黄仁勋还有就是说懂这一行的，基本上都认为美国的优势是已经根本就已经是一个自己的一种很虚荣的想法了。而且那么黄仁勋他们的讲法是说，你越对中国大陆设限的话，中国大陆突破然后呢迎头赶上超越的这个时间会更快。那其实这个道理其实美国认为打压可以打压防止一些国家的发展，可是对中国从来没有生效过。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从韩战以后就受到美国的打压，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从来没有开放过。可是呢，越打压的话，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空间站天宫号是在美国打压之上，全部的机密通通的打压，结果中国大陆现在是航天科技也是领先。另外最近你看这个福建号的这个航母，它用的是这个电磁弹射，电磁弹射美国技术谁都不给啊，对不对？就它是中压交流，那么中国大陆自己发明中压直流，那美国的这个电磁弹射飞行240次就会出一次故障，那中国大陆的这个目前他们提出来的数据是2000次，可能还不到1次故障，大概0.5次，所以就变成这些技术都是中国大陆自己研发出来。所以我不晓得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说我打压你，中国大陆就没有发展。这很多例子已经证明，有没有美国打压，中国大陆照样会发展出来，这个是各种领域都已经证明了。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奇怪。是，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对，美国把晶片当成一个武器他认为说我掌控的这些 AI 的晶片例如说这个辉达的H100，甚至连 H20，你的 AI 就发展不下去了。所以他把这个当武器来卡中国的发展卡中国的脖子。那中国大陆也把稀土当成武器来卡美国的脖子。但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要突破晶片的可能性是高的例如说过去7奈米做不出来，现在5奈米都做出来了，而华为已经宣布3奈米都已经可以做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良率是40、60还是80的问题。台积电可以做到80，可是华为已经可以做到40，它在往60在突破。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也就是说，美国到目前为止稀土它突破不了，它还是获得不了，它矿产在哪里不知道，设备在哪里没有，就是采矿的设备、提炼矿的设备，还有提炼矿的技术，这些全部专利都在中国大陆。那美国一般估计你要完成突破这些5到10年可能还做不到，可是5到10年内中国大陆所有的晶片的脖子都全部解除了。那这个武器到底是谁有用谁没有用，我想大家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对于美国人来讲是越来越悲惨，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反而借由你美国卡，然后让中国大陆的这些需求方他死了这个心。也就是说，反正我 H20都买不到了嘛，那我为什么不买升腾呢？因为升腾可以比 H20还要好，它是跟 H100拼的，只是说它的良率也没那么高，单价可能贵了一点，但是我至少我能买到嘛。那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电力的，刚刚讲电力的问题，黄仁勋讲的就很明白了。黄仁勋他就认为说，像 AI 这种晶片，其实不在于体积的大小。为什么他们要把体积做得很小？那就是因为要省电。可是因为大陆没有电的问题啊，